天干物燥。快来人呐！快来！有人死在河里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啊！晚清，早。早。昨晚呢？啊，没事的。我也希望梦瑶平安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去史家吗？啊，是。咱们走吧。走吧。征狄仁杰求见石老爷。狄公子，我们家老爷不在家，去了县衙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多谢你。不客气。走吧。姓童的，我告诉你，要是燕儿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绝脱不了干系。石太君，做人别太过分啊！仗着做丝绸生意比我多赚了那么一成，就想在这里横行霸道、无法无天呐！啊！横行霸道，无法无天。好，我今天就要横行霸道了，你能怎样？整个盛泽镇，谁不知道我史太极就这么一个女儿？平时我千般娇宠，万般疼爱。试想，除了你姓童的，谁还有这个胆子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女儿没了，找我讨要什么呀？啊，石老爷，莫不是昨天晚上你的脑袋让自家门板给挤了吧？啊，还是早晨起来没睡醒，到现在还蒙着？你说什么？你敢打我？老爷，告诉你，老爷，燕儿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饶不了你。分开了。二位老爷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好好说。打人！你。二位是本县的大户，应该给百姓做表率嘛。哎，是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大人，大声点，听不着。是大人。巡街的弟兄说，在河边发现了。燕儿啊，燕儿啊，是谁害死你的？是谁呀？石掌柜，石掌柜，石掌柜，我看呐，还是以保重身体为重啊！本县令一定彻查此事，把凶手缉拿归案，给令爱一个交代。不错。哎，大人，在，大人，什么情况？回禀大人，依在下看，应当是溺水而死的。你胡扯你！这胳膊都没了，这明明是流血流死的嘛，怎么还是溺水呢？我看倒是未必吧。啊，狄大人，您看这事儿，您有什么高见呢？高见不敢说，还是交给医科圣手李姑娘吧。啊，那就，烦劳李姑娘了。应该的。燕儿啊，燕儿。
大家看这里，如果死前被砍断的话，伤口一定是凹凸不平的，只有人在死后，才不会流血过多。那就是被杀后断臂抛尸啊。没错，而且我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，似乎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。这里有封信。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可是本县从来就没有过张硕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！这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娘做鬼也不会放过她的女儿啊！女儿啊！石夫人，石夫人，石夫人，一定是你！不是我，你为了跟我家女儿争论男子下此毒手，对吧？不是我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干什么呀你？夫人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姐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石夫人，你冷静一下，杀人凶手绝对不是孟熙。李日南，你是不是被这个小狐狸精给迷住了你？我们家叶儿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分。可他现在被人给害了，你只替这个狐狸精说话。石夫人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这是县衙，又不是菜市场。对啊，石夫人，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凶手。你在这里吵吵闹闹的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女儿啊！石夫人，这里有一封信，它应该跟史燕的死是有关的。20年前，苗子，苗子来找我了。苗子。哎，石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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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她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来人，在，把石夫人送回家去。诺。云芳，你怎么看？我在想，昨天晚上放河灯的事情。你是说史燕的河灯？你不觉得昨天晚上只有史燕的河灯不成，有些蹊跷吗？看来这20年前的鬼魂没有转世投胎，又回来了。真有这种事儿吗？涂大人，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了。身为盛泽镇的父母官，怎么能相信这种鬼神之说呢？啊，
王大人息怒，下官呢只是就事论事。你说倘若这河灯不沉，确实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。去年，那个烧饼流的河灯就没有沉，结果不是就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只要记得你是盛泽镇的父母官，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啊，哎，王少爷，昨天我那河灯好像也没沉。别人做河灯都是拿油纸做的，你做河灯是拿木头做的，沉了才怪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小虎，你发现什么了？元芳，是蜡。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史宴的河灯没有沉下去。为什么呀？我还是不明白。也就是说，史宴的河灯上被人涂了一层蜡。纸遇水则化，所以一般的河灯行至一定距离后，自然就会下沉。但如果在河灯底部涂上一层蜡的话，就不会沉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可是，是什么人在他的河灯底下涂蜡的呢？是不是他自己涂上去的呢？不，是凶手涂的。凶手？狄公子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凶手是为了制造恐慌的气氛，让所有人认为史宴的死是跟鬼魂有关。但是这只是凶手杀人的前奏。凶手在史宴的河灯上做了手脚，史宴接触了河灯，手上自然会留下蜡的痕迹。蜡是无色无味，当时又是夜晚，所以史宴没有发现。凶手认为河水可以把痕迹冲走，但却没想到在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蜡的痕迹。那究竟是何人，在叶儿姑娘的河灯底下涂了蜡？佟大小姐，史宴遇害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自己屋里，有人给你作证吗？没有。我可以作证，那天晚上我一直跟姐姐在一起，我可以为她作证。啊，你是她亲妹妹，你作证不作数。你，大人，我也相信他不是杀人凶手，请大人明察秋毫。你，整个盛泽镇都知道，史佟两家都想招李润南为夫婿。你和史宴的关系不一般呢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姐姐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梦瑶，凶手绝对不是童梦溪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根据尸斑来看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亥时。我们放完河灯回去之后，已经是子时。在此期间，童梦溪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凶手不是他。哦。婉清，之前你为什么说谎呢？那天跟梦溪在一起的明明是梦瑶，而不是你呀。因为我相信梦瑶。既然涂县令不相信梦瑶的证词，那我就替他证明他姐姐的清白。婉清姐姐，谢谢你啊。没事的，从我的直觉来看，我觉得你姐姐是无辜的。
莫青，以后不许这样做。小虎，我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。我知道你想什么，别瞎想了。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瞎想。你是说童梦溪找玄女还有神机，对史岩下蛊的这回事吗？虽然我可以确定姐姐肯定不是凶手，但是我担心，你们说，万一那个蛊它就成真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根本没有这回事，你就别在这儿庸人自扰了。得了吧你！那个玄女的神功，你们也不是没有见识过。如果不是她帮你的话，你现在还躺在床上呢。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。等我拆穿他们的鬼把戏。我觉得梦瑶可能说对了一半。怎么讲？你还记得我们当晚在鬼庙遇见神机的事吗？你不觉得那个神机很可疑吗？虽然是童梦溪找玄女为自己下蛊，但是如果凶手一旦利用这一点，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杀掉史岩，那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童梦溪，不是吗？你是在怀疑玄女还有神机？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我明白了，这么说来，凶手肯定就是神机。他知道我姐姐想对史岩下蛊，所以呢，他就借机把史燕约到鬼庙里面去相见。在行凶之后，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被你们两个撞到了，是这样吗？可是，他杀史岩的动机会是什么？哎，他的杀人动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就是杀人凶手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找涂县令，然后把玄女、神机全部抓起来。哎，冷静一点，怎么说的好像小孩子摆家家酒一样？喂，那个人是我姐姐，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我知道神机在鬼庙出现是很可疑，但这不可以作为他是凶手的证据。再说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如果你现在叫涂县令把神机跟玄女抓起来，那真正的凶手就会逍遥法外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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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冷静一下。我觉得狄仁杰说的没错，这个事情先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如果凶手真的是神机的话，那么这样会打草惊蛇，也会妨碍我们查案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好好陪陪你姐姐。她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，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。
去看看。嗯。还记得实验耳朵的淤泥吗？记得。给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土。这和地质有关，在北方比较少见，但在湿润的南方是很常见的。史燕的尸体是在城边的护城河被发现的。而且盛泽镇只有这一条河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在杀死了史燕之后，本来想把他丢入河中，让他顺水而下，以此来毁尸灭迹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河水竟然流向镇上，结果尸体膨胀浮出水面，被我们发现。还有个可能，就是凶手故意利用水流把尸体带回镇上，为的就是制造恐慌的气氛。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史燕是在哪儿死的，也知道凶手是怎么处理尸体的，但我还有一件事情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指伤口？没错。你想，既然凶手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那他为什么可以在杀死史燕之后，不留下任何致命的伤口？今天胆子大不大？我一向胆子都很大。那好，陪我去会会那个鬼。又去？什么声音？那么奇怪。这屋子那么破，肯定是风吹进来，墙壁上有裂缝或者孔洞之类，发出这种怪声，绝对不奇怪。哎，怎么了？空的。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那是什么味道？是迷香，幸好我及时发现，不然就麻烦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史燕的死跟迷香有关？有这个可能。这种迷香，我在并州一次办案中遇到过，它味道像花粉。如果人大量吸入的话，就会侵入经脉，最后中毒身亡而死。可是，这种迷香既然这么厉害，那在哪儿能找得到啊？这种迷香很罕见，从突厥那边传过来的。难怪史燕身上没有找到任何致命的伤口，原来是因为中毒身亡。跟妙子有关？也不好说。我预感，史燕的死只是一个开始。
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说我们有事求见。老爷不在家，改日再来吧。好吧，等老爷回来，你就告诉他一声，关于你家小姐被害一事，说我们有事想问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找我们家老爷？喂，注意你的说话态度啊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？哎，莫瑶，你别管我们是谁了。如果你们想早点抓住凶手，告慰你们家小姐在天之灵的话，麻烦你就通报老爷，说我元芳有事求见。这，行吧，你可以进，但是他绝对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同府的人，是你们同府害死了我们家小姐。老爷吩咐过，从今以后，同府的人不得踏入石府半步。嘿，喂，真的是好心当驴肝肺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石府这个大门，我还不信得进呢！呸！你，元芳，我们走。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莫瑶，还没见到人，你就想走啊？人家只差拿扫把扫我们了，脸皮没那么厚吧？回家。哎，呀，你别生气了，啊，要不你先在这儿待着，我去就回。我不要，我要回去。孟瑶，哎呀，何人在门外吵吵嚷嚷啊？老爷，原来是你们俩呀！石老爷，关于令爱被害一事，我有些问题想问你。没什么好问的，这是我们史同两家的私人恩怨，你个外人就不要插手了。我看此事未必这么简单，也许凶手另有其人。那就麻烦公子早日将凶手捉拿归案，替燕儿讨回个公道，老夫将感激不尽。在下尽量。好，对了，石老爷，史夫人近来可好？自从燕儿出事后，夫人就病得不轻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就像丢了魂儿一样。镇上的郎中都来看过了，却不见任何起色。哎，没有起色，你们家下人还不让我进去啊？难道你没听说过，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医啊？孟瑶，你会看病？那当然了。好，石老爷，你可不要小瞧他，他的师傅可是当今天下第一神医莫心。那两位请。走开啊你！公子请。还推我，哼！站直！怎么样？石老爷，这夫人的脉象是相当的紊乱啊。据我推测，应该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受了刺激，这怒火攻心才会这样。哎呀，这些话我都听腻了，你就说怎么治吧。你别着急呀，东西我都带来了。我师傅教我的奇门12针，只要把这个针往夫人头上一扎，立马就好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骗你干嘛？哎，那就请佟大神医赶紧为我夫人施针吧。好说好说。哎，我这个针法是独门秘籍，师傅就教了我一个人。你这么多下人在这儿，怎么开针啊我？好说好说。哎呀，你们几个都下去吧。啊。石老爷，关于史宴的事情，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。不知石老爷可否方便借一步说话？可以，公子请。好。莫瑶，
公子请讲。那日，史夫人在衙门昏厥的时候，一直在喊“妙子，妙子”，还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想必其中的原委，史老爷一定知道吧？夫人当时说了什么吗？她说，好像是什么妙子来找她了，还有20年前的事情。史夫人和妙子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唉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当时妙子是我们家的丫鬟。妙子啊，这些年你一直在夫人身边伺候着，我们史家上下待你也不薄。眼下你也到了该婚配的年龄，可你却偏偏做出了这种事情，我们也无法怪你。既然你已经有了身孕，那就应该好好的找个地方把孩子生下来。我跟夫人也都商量了，会给你一些银两安家的，你就安心的回老家吧。不，老爷看，妙子不想回家，妙子回去也是孤身一人，妙子想一辈子待在史家伺候老爷和夫人，求求老爷夫人开恩，就留下我吧。妙子，虽说我们史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，可在府上出了这种事儿，总是让人难以启齿的，也难免会被别人指指点点。我们大家主仆一场，好聚好散吧。夫人，妙子是无辜的，要怪就怪那个张天师，要不是他施法逼我就把……住口！都是你自己做的好事，还要怪罪到张天师的头上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天生的水性杨花，留在府上也是一件祸害。本来难听的话呢，我也不想多说，可你却赖着不走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这里有些银两，足够你生活一段时间了，拿着钱走吧。夫人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是啊，后来就听说妙子和她的孩子在鬼庙被火烧死的事情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夫人一直寝食难安，可能是她觉得自己对妙子太绝情了。王公子，难道真是妙子的鬼魂害死了我的燕儿吗？施老爷，别再相信这鬼神之说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想问。那个时候张天师来府上做法，是所谓何事？唉，说来话长啊。我和夫人成亲3年之后，膝下一直无儿无女。当时张天师正好被我请到府上炼金，大家都听说他法术高强，有求必应，所以我就求他替夫人施法求子。也多亏了他，1年之后，我们就有了燕儿。哪知道这孩子却出了这样的事儿啊！施老爷，请节哀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是你害了我的女儿，我走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滚！哎呦，夫人，怎么了？夫人，怎么了？啊！是他为了和我们家燕儿争着男，伤害了我们的女儿，是他伤害了我们的女儿。哎呀，夫人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夫人。看来童姑娘已经把史夫人的病治好了，但史夫人的病情不稳定，需要静养。还有史宴的事情，有什么进展的话，我会再告知。我们先告辞了。多谢两位，恕不远送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让你给人治病，你怎么把他治成这样了？我没怎么样啊，我只是给了他一点小教训，让他以后还敢欺负我姐姐。那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我在那个主管眼睛的穴位上狠狠扎了一下，让他以后还睁眼说瞎话。哎呦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嗨，没事儿，后院有的是。哎，
你们这样杀生，不怕遭报应吗？我的好妹妹啊，你现在怎么成天疑神疑鬼的呀？不会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吧？你说什么？二弟此言差矣。哦，我们家梦溪马上就要跟润南兄成亲了啊！回头润南兄飞黄腾达了，我们不得好好巴结巴结人家？可不是嘛！我真为有你们这样的兄长而感到可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别，你可别和他闹别扭。回头他跑到玄女娘娘那儿给咱们告上一状，给咱们下一个那什么东西，蛊。对，蛊。到时候我们可就倒大霉了。哦，你们不要瞎说，我会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我也是清白的。打他！我都不愿意打他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与我灵光，驱除魍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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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没办法了，夫人的病一直不见好，街坊说她中了邪，
镇上的郎中也治不好的，我只能求玄女娘娘帮夫人驱魔辟邪了。说出你内心的困惑和忧伤。我的燕儿啊，我的女儿，是娘害了你啊！你的女儿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，她说她死得很冤。我女儿还说什么了？她说，20年前你做错了一件事，所以才要受到惩罚。他替你背负了所有的债，用他的命换了你的命，不然该死的人应该是你。你女儿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替你赎罪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该受惩罚的人是我，为什么要把我的燕儿带走？还我的燕儿，把我的燕儿还回来！说出你所有的罪过吧，不然他将经受上刀山下火海、进油锅的煎熬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都是娘的错。娘不该在20年前把妙子姑娘赶出去，以至于害了她娘俩的性命啊！阎罗告诉我，你的女儿背负的债太重，恐怕难以转回生死轮回道。玄女大仙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，您帮帮我的女儿吧，别让她在地府里受委屈。多少香火钱我给，我们史家什么都能答应您的。要想让她脱离苦海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取3滴他亲生父亲的血，把妙子的亡魂召回，当着他的面请求他的原谅。玄女大仙，请做法吧。你可要想好，此法只有他亲生父亲的血才可以显灵，否则将永世不得超生。那还用问吗？燕儿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别说3滴了，就是3两3斤都没问题。只要能让燕儿转世为人，我史太吉眼都不会眨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为你做法招魂。我们要不要阻止玄女？好戏才刚开始。哎，等等！怎么了？不可以这样！为什么？这太危险了。如果你有个3长2短，我以后还怎么活呀？哎呀，这是妇人之见，就3滴血而已，也要不了我的老命。玄女大仙，请开始吧。玄黄，宇宙洪荒，与我灵光，驱除魍魉。天地玄黄。玄女大仙，玄女大仙，玄女大仙！去。你害得我好苦啊！
说什么？你还要把这件事隐瞒多久？你是谁？他是妙子的鬼魂呐！玄女被妙子附身了。妙子姑娘，妙子啊，是我们史家对不住你，求你放过我们一家老小吧！你原谅我吧！求求你了！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会是真的吧？石老爷，你真可怜，被这个女人欺骗了这么久，到现在你还蒙在鼓里。你说什么？你还记得那个张天师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妙子啊，都是张天师害了你，跟我们史家无关啊。虽然当时我们没有收留你，可是我们也送了一些银两给你啊。妙子，求求你，帮帮我女儿，让她少受轮回之苦。来不及了，史燕已经坠入了地狱道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因为他隐瞒了事实的真相。真相？我没有。史燕不是你的亲生骨肉。妙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史燕应该姓张。你给我住口！张，你是个疯女人！你别在这儿胡言乱语的。不是你倒是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张天师才是史燕的亲生父亲。快把这个妖女，把这个疯女人唤醒！不行，玄女娘娘现在被妙子附身，如果你这样唤醒她，她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史燕也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你这个疯女人！你给我住手！敢问妙子姑娘，当年史家发生什么事了？20年前，张天师被史家请去炼金。老爷，天师到。好，太极兄，天师驾到，石某人有失远迎。太极兄言重了，炼金坊已经搭建完毕，只要矿石一到，即可开始炼金。好啊，天师真乃是当世英杰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这炼金一事就劳烦天师了。如有什么要求，还请天师尽管吩咐。好说好说，太极兄，若没有他事，贫道先行告退。哎，天师兄，太极兄，不知还有何事？天师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请。不知天师对生儿育女之事可有神通？哦，贫道略知一二。实不相瞒，我跟夫人成亲3年，至今膝下仍旧没有一儿半女，实在是愧对史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哦，可否见尊夫人一面？好，妙子，去请夫人。诺。天师请。天师，请。翠英见过天师。夫人免礼。不知夫人何年何月何日生？奴家是甲子年腊月初7所生。哦。不好！怎么了，天师？夫人八字里面有生育劫，这阴虚阳浮，相冲相克，实难有儿女诞出啊！这下可如何是好？
天师，可否帮我夫妇化解？只要是能生下一儿半女，天师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哎，太极兄，太极兄莫急，此事并非无计可施，只是要大费周章而已。恳请天师代为化解，我史家的列祖列宗都会感谢天师的恩德的。太极兄客气了，待我将此事禀报太白金星，让其下凡给尊夫人看病，定可大功告成。这样，3日之后，带夫人去城外的灵音观内，我会在此恭候。多谢天师。见过天师。太极兄，夫人。天师，我把我家夫人带过来了。太极兄，把夫人留下即可，汝等全部退下，切勿逗留片刻。这太白金星即将下凡前来给夫人看病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若有旁人在此，所有的法事全部失灵。哦，明白了。记住，明日辰时可以派人过来接夫人，大功便可告成。夫人，我先回了。多谢天师。好，夫人，请。上仙在上，请受民妇翠英一拜。下跪之人，不知何事唤本座前来。上仙在上，民妇成亲3年有余，一直没有子嗣，请求上仙对我施法赐子，民妇将感激涕零。生儿育女，还育之期，阴阳相符，方可成事。一切全凭上仙定夺。堂下女子，近前一拜。民妇遵命。大气悠悠，三境平明，财阴补阳，万物复长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尊夫人生了一位千金。好，好，来，快点！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哎呀，苍天终于开眼了。哎，夫人，3思而行。我已见过阎王，与他定下契约，
把史燕送回生死轮回之道。多谢玄女大师，改日为燕儿做法，还要再次劳烦。咱都没吃呢就走啊？对啊，先吃，先吃，先吃。还是少爷懂我。对，二宝没吃饱，怎么能背我们4个人去屠县令那边呢？吃啊！小二，来嘞，算账。好嘞。啊，走吧走吧。背我二宝，背我，背我。少爷，你哎，客官，得了吧你，下次再说啊，客官。少爷，等等我。王大人，狄公子，这就是20年前凌云观2起焚尸案的卷宗。有劳了，涂大人。啊，涂大人，我还有一事想问。狄公子，请讲。就是镇上这几年有没有张天师的消息？哎，这个骗子就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似的，失踪以后到现在也没回来过。那不知道府上可否有画师？如果能画一张张天师的画像的话，我们便可以在各地贴出通缉令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就不怕找不到人。哎，画师倒是有，但是画不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人真正见过张天师的真面目啊！啊，是这样，这个张天师啊，每次出门
都戴着一个奇怪的假面具，遮着自己大半块脸，所以啊，还有人管他叫阴阳大仙呢。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吗？啊，依我所知，没有。不，有一个人可能见过。石老爷，节哀。这是家母。石老夫人，节哀。瑞南兄，弟兄，见过王夫人。啊，狄公子，燕儿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？有点眉目了，刚好有件事情想请教您。啊，什么事情？是关于张天师的，不知道王夫人当年是否见过他的真面目呢？对不起，狄公子，这个人的事情，我实在是不想谈。我知道是我失言了，但是此事事关重大，请王夫人帮助我们查案。如果我见过他长得什么样子，他就是化成灰我都会认识的。弟兄，我听说张天师长得一人一仙，平常作案的时候都会戴着半个面具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面目。但我听说是令尊揭穿了他的把戏。那如果张天师如此神通的话，你爹是如何揭穿他的？张天师不过就是个江湖术士，他那点骗人的小把戏，就是我们戏法里的障眼法而已，怎么可能瞒得过我们家的浩轩呢？浩轩是当年的戏班班主，这点小伎俩，再简单不过了，所以他就当面揭穿了张天师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，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想收他了吧？是。哎，站住！你们童家人来干什么？放肆！拦着我们干嘛？让我们进去。我们出去看看吧。好。我们童家跟史家是世祖之交，现如今史燕姑娘遭此不测，我们全家特来拜访。怎么，还不快进去通报？你们是来闹事的吧？还有脸来这儿？哎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敢对我爹这么说话？我们童家来是给你们史家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！我说你他妈有文化吗？你住手！老祖宗。老夫人，小侄特带全家前来祭奠史燕姑娘，让他们进去。行，快进去！这看门的狗也学会咬人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，看门的狗！你看什么看？过去！呸！大伯，你们也来了。老姚，你们都来了。走。师兄，节哀。
小朋友，把你们刚才唱的童谣再给哥哥唱一遍，好不好？不要。走。再说话。哎，老祖宗，这首童谣是我教给他们的，这是一首很老的童谣，以前只在鬼节唱，后来呀，就很少有人会唱了。老祖宗，你可以给我们再唱一遍吗？7月半，开鬼门，鬼门开了出鬼怪，鬼怪苦卖豆腐，豆腐烂摊鸡蛋，鸡蛋颗颗，里面坐个哥哥，哥哥出来上坟，里面坐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烧香，里面坐个姑娘，姑娘出来点灯，掉在河里回不来。7月半打火莲儿，火莲花卖甜瓜，甜瓜苦卖豆腐，豆腐烂摊鸡蛋，鸡蛋颗颗，里面坐个哥哥，哥哥出来接鬼，里边坐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烧香，里边坐个姑娘，姑娘出来串门儿，掉了脑袋回不来。夫人为什么不来？他哪还有脸来呀？要不是看在这么多年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他赶出家门了。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了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那史夫人在哪里？从玄女宫回来后，她就把自己锁在屋里，谁也不见。 一直没有出来。那我等可否去看看他？狄公子请便。夫人，夫人，狄公子和王公子求见。 夫人，夫人，让开！翠英，翠英，
翠英，翠英啊，翠英，翠英啊，翠英，这真是冤孽呀！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史家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石夫人死了。什么？现场没有变动吧？没有。刚才我们来找史夫人，敲了半天门，她没有答应，我们便推门而入。没想到进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。死因查明了吗？是毒发身亡，初步推算，人是死在1个时辰之前。1个时辰？1个时辰之前？那不就是在给史艳做法之前吗？莫非是自杀？图县令何以见得？你们看啊，这地上呢有个破碎的杯子，石夫人一定是坐在这个床上，喝下了毒药，然后毒性发作，杯子落地打碎了，然后她就倒在地上了。翠英啊，翠英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，翠英啊，翠英，还不是因为你要休了他，他才寻短见的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都这把岁数了，能相伴到死是最大的福分了。我怎么能？翠英啊，翠英，都是我害了你呀！不，史夫人不是自杀的，杯子是有人故意摔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按你所说，史夫人是坐在床上服毒的话，杯子落下的地方应该是脚的周围，不会摔到那边。哦，不过那也未必。如果要是史夫人喝完了毒药，而后再摔碎杯子，再坐到床上去等药性发作呢？这个情况我也考虑了。如果史夫人是先摔碎杯子的话，杯子的碎片不会掉在衣服上。是谁？是谁害了他？是谁呀？涂大人，凶手可能在我们当中。今晚所有人都不可以离开这里。传本县命令，守住前后两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离开此地，直到抓住凶手为止。诺。
又没得睡了。诺少爷。7月半，开鬼门，鬼门开了出鬼怪，鬼怪苦卖豆腐，豆腐烂摊鸡蛋，鸡蛋壳壳，里面做个哥哥，哥哥出来上坟，里面做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烧香，里面做个姑娘，姑娘出来喊魂，吊在树上回不来。这歌谣有点意思。主上吩咐的，属下已经照做了。很好。现在有多少人了？这片十里八乡的，十有八九全都是我的信徒。很好。主上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。时机未到。时机未到？出了一些事情。主上，我看现在就不必了吧。我现在……我知道你现在香火钱进了不少，不需要这些。但是本座赏罚分明，一切都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拿着吧。属下明白，请主上放心，属下随时准备安排。这一等多少个春秋？参见主上。什么事情啊？属下探得狄仁杰所在的小镇日前凶案频发。哦。属下已经派人严加打探，不日自会有新消息传来。给我严密监视他们。诺。石老爷，你也困了，回去歇息吧。不，我要陪着他们母女俩。也好，不过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顺变。沈姬，你先回屋歇息吧。今晚我要在这儿为史家祈福守夜。诺。婉清，小心。你也是。这里交给你了，我到处看。